直到现在还有小仙女跑到我这里来打拳的，说我就是家庭里的保姆，我甚至都不如保姆。我警告过你们不要来我这里打拳，而且告诉你们一个不幸的消息，就是你们的精神教母王慧玲已经被全网封杀，不仅是抖音、快手视频号、微博是全面封杀，办他的不是别人，而是12377中央网信办。所以国家不会任由这种毒瘤的女权极端思想肆意的蔓延。今天他可以教会你们从精神上弑父杀母，那未来有没有可能教你们弑父杀君？你真的以为他是在为基层女性发声吗？他是在把女性推向火坑，推向万劫不复。而我前面有提到，这种极端的女权毒瘤是从国外传进来的，很多人跟我反驳说这跟人家西方的文化没有任何关系。最开始女权思想就是从西方衍生出来的，而二战结束之后，美国为了牵制住日本，就把这种思想传到了日本。在日本极端女权思维发展到高潮的时候，你知道到什么程度吗？一个女的可以同时谈4个男朋友，而只有其中一个是给她提供情绪价值的，也就是其中只有一个是可以跟她谈恋爱的，其余的3个要么跑腿的，要么付款的。而刚开始的时候，日本男性为了去讨好这些女性，还唯唯诺诺的唯命是从，而直到后面日本男人已经接受不了这种东西，已经开始摆烂，远离女人。日本政府发现这个苗头之后，才及时刹住了车，保住了这个弹丸之国。而你再去看一下日本女性现在的地位是什么，可以说被踩在脚底下随意的蹂躏。而这种女权极端的女权传到韩国之后，导致韩国直到现在还是美国的附属国，直到现在成为了世界垫底的。而韩国到现在还存在慰安妇一说，韩国的一部分女性是供美国的大兵去服侍美国的大兵的。而在韩国女权思维最高潮的时候到什么地步？如果查出来是男孩，直接打掉；如果生下来是男孩，直接掐死。精神那个啥，甚至是去弑父杀兄。他们不允许男性的存在，说男性是不应该存在在这个世界上面的。而回过头来说，如果当年日本抵制这种极端的女权，用的是摆烂的方式，日本的男性已经远离女人，不和女人及任何的接触，哪怕是工作场所上岗位也是离得越远越好。那么韩国就是用魔法打败魔法。为什么娘炮文化盛行于韩国？男孩子粉头粉面兰花指，甚至比女孩子还要风情万种，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畸形的思想在这里蔓延，而我们千万不要步他们的后尘。而西方也知道这种思想下所带来的后果是什么，所以才会千方百计的把这种毒思想传到中国来。而你可以看一下前段时间王慧玲在哪里，在英国，她 IP 在英国，她结了婚了，她嫁了一个外国人，然后回过头来告诉所有的基层女性，你们不要结婚，不要和男性扯证，甚至还带头鼓动你们去进行性工作，教你们知三当三，教你们精神上弑父杀母，教你们和父母断绝一切关系，教你们骂自己的父母不是人，骂自己的父母是头驴。所以国家不会任由这种毒思想肆意的蔓延，而直到现在网络上面还有万千个类似于王慧玲的，不断的在输出男女对立，不断的在污名化中国男性，中国男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。那你就等着吧，国家迟早会收拾你们。要流量，谁来这互联网上混都是为了流量，但是你得先把自己的三观摆正，你先得把自己的位置摆正。我们社会往前发展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都用自己的微薄的力量，就像我前段一直说的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，但绝不是让你们翻天的。伟人在世的时候实行解放妇女运动，是为了让女性可以撑起半边天，但绝不是让我们女性翻天的。自古以来，男为田，女为坤，乾坤颠倒，必定会世界大乱。但国家也绝不会任由你们这种毒瘤肆意的蔓延。不信，咱们走着瞧。